曾与空白交手的森金种妹子为何险些被贵族老头袭胸？沉睡千年的海七种女王到底是如何被唤醒的？男主空又为何当上了爸爸？各位观众老爷们好，今天我们将接在上一期继续说一说游戏人生的第5卷到底发生了什么。内容有点多，咱就废话不多说，点赞投币加收藏，关注充电不迷路。故事后续如何，且听我细细道来。首先这一卷比较特殊，实际上主角团是兵分3路，这里开头我就先简短的描述一下，除去男主之外，另外2路人马此时在做啥。首先是动画里出场过的想要推翻奴隶制的森金种姑娘菲尔，以及与男主共享了记忆的人类种姑娘克拉米，在男主的计划安排之下，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森金种的国家。很快森金种的一个市长老绅士邀请菲尔来家做客，这个老绅士非常的客气，一上来就要菲尔一辈子的服从他。原来这个老绅士发现了菲尔要解放人类奴隶的叛国计划，于是便以此要挟，要跟菲尔玩一场塔罗牌游戏，输了菲尔就要用他们的家族关系协助这个老绅士登上议员的宝座。顺带老绅士对菲尔的大胸部很感兴趣，所以老绅士赌约的条件就是让菲尔一辈子服侍他，而菲尔根本就不怂，应下赌约，还要求如果菲尔他们赢了，老绅士就必须忘记今天关于菲尔他们的所有事情，并且以后要无条件的协助菲尔等人。至于这个塔罗牌游戏，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简单的说，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于炉石传说里面那个战棋模式，结合了动画版里面的国际象棋的魔法对战，双方是各掏一张卡牌来比能力的克制关系，赢的那方会把被克制的那方卡牌直接撕碎，同时赢的那张牌里面的角色会变成真人，吸纳主人的魔法，转变成攻击魔法，攻击对面的玩家。玩家需要拿自己的魔法抵消卡牌的攻击，抵消住了就继续塔罗牌比赛，无限循环。就是说这个游戏与其说是在比塔罗牌，不如说是在比参与游戏的2个玩家的魔法实力，只有玩家被魔法彻底打败了，游戏才会结束。不过坊间传闻菲尔是一个2重术者，但老绅士是一个3重术者，明显老绅士更加占优势。可哪怕优势巨大，老绅士还是选择了作弊。老绅士让自己的管家躲在了2楼的角落，帮忙使用魔法抵消住卡牌的攻击。也就是说，游戏正常比到最后，一定是菲尔的魔力最先用光。但菲尔也早有准备，此时克拉米已经摸到了2楼，找到了管家的位置。其实克拉米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管家私下里走私违禁品魔药，卖给了隔壁的地精种国家，以此获利。所以克拉米拿报警作为要挟，逼着管家跟自己进行游戏比赛。管家一看，一个不会魔法的人类种既找不到自己的魔法作弊证据，又没啥魔法能力，还要跟自己比赛你这是自寻死路。所以管家也没有多想，应下了克拉米比赛的赌约，双方以销毁证据和说出一切知道的事作为赌约，进行了类似于石头剪刀布的 A King Queen 抽卡牌比大小游戏。本来只是一个看运气的游戏，但管家毕竟也是森金种，一上来就毫不避讳的用魔法能力作弊，看到了克拉米抽的底牌是 King， 所以管家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底牌换成了 A， 并亮了牌。管家本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可克拉米不紧不慢地把底牌一亮，却发现底牌是 Queen，克拉米游戏获胜。管家当场惊呼，这不可能一个人类种怎么可能会有掉牌的这种魔法能力呢？结果管家一抬头，这才发现上当了，眼前的克拉米其实是菲尔假扮的。原来打一开始菲尔他们就串通好了老绅士，为的就是抓住这个走私魔药的管家，只不过为了不坏了老绅士的名声，菲尔答应了让管家协助调查，并且走私这事儿不对外宣张，所以老绅士才配合菲尔他们进行了这场比赛，来调出管家。坐在老绅士对面进行比赛的从一开始就是克拉米，只是管家被施加了障眼法而已。眼见管家都快要招供了，老绅士长叹一口气，打算配合演戏的这场游戏就到此结束。然后老绅士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没办法离开椅子，原来克拉米根本就不打算结束游戏，从一开始就打算比个输赢。老绅士当场就咒骂道，你是不是疯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平胸的努力到这一步，老绅士还觉得自己的游戏必赢呢，但是克拉米非要坚持
把游戏比完。因为盟约的限制，老绅士只好勉为其难的继续玩了下去。老绅士本还想赢了以后要怎么做呢，结果没出2局，老绅士的魔法就落于下风了。仔细一看，原来菲尔用魔法正在协助克拉米，并且实力完全碾压老绅士及他的管家。因为菲尔其实是一个6重术者，他从上学开始就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从来就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实力。而又因为一开始宣誓盟约的时候，克拉米说的是如果他们赢了的话，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克拉米就用语言误导，让这个市长老绅士是在跟克拉米和菲尔2人进行比赛，这就导致菲尔用魔法协助克拉米完全不算作弊。而菲尔他们之所以这么针对老绅士，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走私魔药的人就是老绅士市长干的。老绅士原本就是打算卖了自己的管家，让自己脱身。如果菲尔等人得知了老绅士啥不利的消息，此时也没有第三方坐镇，老绅士完全可以以污蔑为由对菲尔他们进行反击。可克拉米他们早就算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克拉米利用老绅士对自己人类种的不屑一顾，故意进行了这场比赛，并最终利用菲尔的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所以按照比赛前双方的约定，克拉米要求老绅士继续走私啊，该吃吃，该喝喝。不过按照约定，未来老绅士会忘记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这样无论后面发生了什么，老绅士都不会记得是克拉米和菲尔他们来找他的麻烦。而这个管家输给菲尔以后，菲尔要求他半个月以后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利用管家自己去揭发走私的事情，一招借刀杀人，彻底把老绅士和管家全数置之死地。这就是跟男主共享了记忆以后的克拉米所设下的局。克拉米他们正在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蚕食森金种中的政治力量，获取有用的情报，为男主他们未来攻略其他种族埋下了不小的伏笔。菲尔和克拉米的事儿，这边就暂时按下不表。接着来看第2队人马史蒂夫这边，在之前人鱼女王攻略未果之后，男主派遣史蒂夫先回到人类种的驻地去调查先王留下来的讯息。为了让史蒂夫更快的找到线索，男主把兽人种的伊刚派来协助史蒂夫，毕竟伊刚也想救自己的那个禽兽爷爷伊野，所以他义不容辞的就跑来了人类国度来帮助史蒂夫。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史蒂夫就发现伊刚压根儿就不识字，毕竟他是兽人种，根本就没有学过人类的文字，而且先王留下来的线索一共有1000多本，搞得史蒂夫人都快崩溃了。而伊刚又像一个小孩一样，一会儿要吃的，一会儿要去玩，史蒂夫又没有辙，只好弄了一本人类小孩学习文字的游戏书籍，让伊刚自己拿去边学边玩。史蒂夫则埋头苦找了1天的线索，甚至累到昏迷。等第2天醒来的时候，史蒂夫发现伊刚竟然已经彻底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事实证明，游戏天才他也是天才。更厉害的是，配合上兽人种独特的嗅觉，伊刚又使用出了自己血坏的能力。在上千本书中，伊刚很快就找到了所残留着海七种味道的书籍，花了几天的时间，最终史蒂夫他们找到了解开海七种女王沉睡秘密的关键线索，一本名叫《傲慢公主的宝物》的童话书。那么这本书所隐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直接看最关键的第3路人马空白主角团的去向。在史蒂夫找书期间，空白兄妹俩就带上了坑人的吸血鬼化世人布拉姆，在吉普利尔的协助之下，来到了天翼种的据点，一座在幻想种背上搭建的城市阿邦特赫伊姆。很显然，天空之城上布拉姆很容易被太阳晒得当场去世，全靠吉普利尔的魔法能力，布拉姆才勉强的能在天空之城上行动自如。来到天上之后，主角团很快就遇到了现天翼种的议会长阿兹利尔。阿兹利尔一见到吉普利尔回来了，那高兴的恨不得把吉普利尔给扒光了，给他搓个澡，展现一下自己姐姐的那份爱。吉普利尔则是被感动的当场退避3尺，不给摸不给碰，直呼阿兹利尔是前辈不是姐姐。那么为什么这姐妹俩会有这么拧巴的关系呢？这有一段历史设定需要稍微介绍一下。看过游戏人生剧场版的各位应该都记得，天翼种的制造者阿尔特修，森金种的制造者凯纳斯，地精种的制造者欧肯，这几位神灵种曾经都自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神，为了夺得能制定这个世界规则的星之杯，好彻底统御这个星球，这几个神灵种造成了1000年前15个种族的大乱斗。后来是人类种的领袖
李克挑拨之下，众种族互相猜忌，并将力量集合在一处，最终打入地核，给了李克制造游戏之神的机会，并改变了世界。而天翼种的创造者阿尔特修在跟基开种对战之时，神髓被击落，从此消失。那么麻烦的问题就来了，天翼种这个种族本来就是阿尔特修造出来的战争兵器，世界规则一被改写，主人还消失了，那么天翼种瞬间就不知道自己为啥活着的了。好在天翼种天生聪慧，所以很快就有小机灵鬼选择当场自杀。见这个场面，最初的天翼种阿兹利尔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妹妹们就这么而死，于是阿兹利尔就欺骗大家说自己拥有决定全种族自杀的权利，并为了让妹妹们有点事做，也同样是为了给自己和大家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所以阿兹利尔欺骗大家，叫大家去找寻打败主人的未知力量到底是什么，所以天翼种才四处寻找书籍，寻找各种知识，实际是阿兹利尔纯粹为了寻找为何主人消失后大家还要活下去的理由。不过其他的天翼种都是按照一个固定战斗模块制造出来的，唯有吉普利尔比较特殊。吉普利尔是神灵种阿尔特修为了制造一个用于理解弱者的不完全个体，因为阿尔特修在大决战之前有过一段时间认为只有弱者身上未知特点才是打败自己的关键因素，在那个时候阿尔特修就跟阿兹利尔说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被人打败了，阿兹利尔就帮阿尔特修去寻找打败自己的真实原因啊。结果阿兹利尔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所以阿兹利尔下意识的让天翼种别自杀的理由他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本来是阿尔特修单独让他去做的事情。而阿兹利尔这么喜欢最小的妹妹吉普利尔，也是因为吉普利尔太与众不同了。天翼种对抗上位种族是非常费劲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牺牲上上百个天翼种才能讨伐一个。吉普利尔就不同了啊，巨人种、龙精种、幻想种，吉普利尔全部单独就讨伐了一只，而且人还是活着回来的。不过代价就是吉普利尔都是输了很多次以后，并处于濒死的状态回来后，不断成长之后才有机会单挑赢这些对手。就这个成长属性已经是其他天翼种完全没有的存在了，所以阿兹利尔一直认为吉普利尔是天翼种的希望，尤其是现在世界规则被改写以后，阿兹利尔相信只有吉普利尔能找到主人被打败的真实原因，以及让天翼种继续活下去的意义。谁知道吉普利尔因为天翼种要销毁同种类型的书以后，就气得离家出走不肯回来了。直到今天吉普利尔突然带着空白兄妹俩重新回到天空之城时，本应该看不起人类种的吉普利尔却展现的听话顺从的样子，简直令阿兹利尔匪夷所思。所以阿兹利尔急切的希望来场游戏，打算打败空白他们以后好夺回吉普利尔的裸照不对是夺回吉普利尔的自由。结果空白兄妹俩根本就不上当，觉得就算赢了阿兹利尔也没有实际的控制全天翼种的权利，多弄一个笨蛋在身边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于是空白兄妹俩只是让吉普利尔帮忙带他们去图书馆去找寻唤醒人鱼女王的方法，没上阿兹利尔的挑拨的当。但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不是统一的文字记录，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没有办法，空白兄妹俩就只好再回去找阿兹利尔，寻求阿兹利尔的帮忙来找攻略海奇种的关键线索。阿兹利尔一开始还故意假装不感兴趣，不肯帮忙，哪怕男主拿出了吉普利尔的裸照作为诱惑，但阿兹利尔坚决不肯帮忙，也不肯进行游戏比赛。直到最后男主用激将法说道，无人使用的道具，没有存在价值的人偶得到了永生，应该很快乐吧。就这么一句话阿兹利尔彻底被激怒了，毕竟阿兹利尔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于是气急败坏的阿兹利尔手这么一挥，周围的环境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等空白两人再一抬头，男主当时就脱口而出，坏了，中计了。就见此时上百双眼睛盯着空白兄妹俩，空白兄妹俩就只能在那瑟瑟发抖，动都不敢动。而眼前的门框上写着7个大字，空白粉丝见面会。原来此前吉普利尔为了宣扬男主他们是为了拯救苍生的，就把自己对男主他们的崇拜写成了日记，同时吉普利尔还把这个日记带给了其他天翼种姐姐们看，导致天翼种们都被男主的魅力所吸引，纷纷自发的成了空白兄妹俩的粉丝。所以他们本来就打算给空白俩办一个握手欢迎会，可空白兄妹俩是阿宅呀，那个社死症当场就犯了。在众多天翼种期待的目光之下，空白兄妹俩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进去。而
而阿兹利尔带空白来这里也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让空白他们跟这里的全部天翼种进行一场鬼捉人的游戏。赢了他阿兹利尔就会帮忙，输了男主他们就要给在座的所有天翼种们挨个签名握手。本来男主都打退堂鼓了，结果吉普利尔非求着男主他们一定要比。正所谓空白的字典里没有失败，所以男主说，吉普利尔，你是想让我们死是吧？总之男主这边是被吉普利尔哄了好久才肯跟天翼种他们进行这场躲猫猫比赛。其实这个躲猫猫的游戏比赛规则乍一看挺复杂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这里我就简单描述一下规则首先空白兄妹俩作为被捉的对象，只要被天翼种他们抓住了就算失败，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没被抓住就算赢了。而阿兹利尔则利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天空之城的地形，让空白他们能够在更复杂的地形里来去自如，找到地方躲或一直跑。空白兄妹俩可以提前跑5分钟，时间一到，上百名天翼种就会集体出动去抓他们。但考虑到天翼种有翅膀，而且参与人数众多，为了游戏公平，上百名天翼种中有46个人身上被安了日本的片假字。兄妹俩可以通过找到这46个有片假字的天翼种，接触到他们藏着日本片假字的部位以后，文字就会转移到男主他们的手中。文字本身会带有绝对的言灵效果，男主自己决定让这些字组成什么词，一旦词被组好了以后，就会立马产生超越物理法则和控制他人的魔法效果。但是使用这些文字的魔法效果只能用一次，用完以后这些日语里面的片假字就再也没办法使用了，所以能打败天翼种的单词组合被限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为了不显得天翼种欺负人，阿兹利尔逼着旁边的布拉姆来协助，作为空白兄妹俩的翅膀，让空白俩兄妹也获得了飞行能力对，布拉姆一直在边上只是存在感太低了。布拉姆此时被要求变成一条围巾，而空白兄妹俩决定从头到尾都手连着手一起在空中飞行。布拉姆当时还很不解为什么不2个人分开躲藏，这不更容易赢吗？但是男主说只要空白兄妹俩联手就永远是无敌的，所以空白兄妹俩根本就不打算分开。就这样双方为此赌上了帮助找书和输了就给大家签名的誓约，展开了一场躲猫猫大战。比赛一开始，布拉姆所提供的飞行能力飞得很慢很慢，虽然由空白兄妹俩来掌控翅膀的方向和力道，但是游戏开始后的第5分钟，天翼种的妹子们就立马追了上来，空白兄妹俩也是灵机一动，在空中来了一个急停，一下子就甩开了几个冲得太猛的天翼种。而且空白兄妹俩早就在比赛前那短短的准备时间里就记住了所有拥有日本文字的天翼种妹子其长相和文字所在位置。刚才那一照面，空白兄妹俩就已经获得了几个关键字，然后男主他们利用年龄的能力制造了不存在的洞作为穿越门，摆脱了好几次追捕。可天翼种也不是吃素的，很快他们就调整了策略，开始改用围堵包围战术，打算慢慢的收网来抓住男主他们。但白那逆天的算力再次凸显，白早已经记住了这里所有的地形地貌，并利用速度和路径公式巧妙的利用地形躲过了所有天翼种的围剿。眼看时间已经过半，天翼种们也不再客气，直接使用了魔法力量，用类似于飞弹的魔法打算远程捕捉空白对，没错，游戏一开始就没说不能用魔法，但是空白已经拿到了不少文字，所以男主立马用言灵把天空之城给他倒转了过来，躲开了所有拘捕的光束，还重新改变了地形，导致天翼种们撞了个人仰马翻。可天翼种依旧不依不饶，魔法弹幕接连不断。而这一刻，男主犹如樱井质素附体，利用新得来的文字，男主使用出言灵后，让所有天翼种的衣服都没了，并且男主还让一部分的天翼种去抓另一部分天翼种的胸部，以此来拖延时间。好在天翼种人均吉普利尔压根儿就没有羞耻心这个东西就看天上一堆全裸的带着翅膀的天翼种手握着胸在后面疯狂追赶空白兄妹俩。话说这玩意儿真能拍成动画上映吗？在关键时刻，空白兄妹俩再一次利用言灵的力量发射出了一发炮弹，把阿兹利尔给打穿了不过各位不用担心，不会有人死亡，因为空白兄妹俩一开始就发现这个阿兹利尔是天空之城本体幻想种所变，没了他的观测，空白兄妹俩就会更加的好逃脱追捕。而天翼种追到了最后，眼见时间只剩下最后几秒了，天翼种们就干脆
集体停下了动作，反而主动献上了他们身上剩下的日本文字。天翼种们其实是希望男主赢得比赛的，原因是他们希望男主去劝一劝阿兹利尔，拯救大家。原来私底下吉普利尔和阿兹利尔在这场游戏里擅自打赌，如果单纯的发现他们当初的主人输给凡人只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就单纯的不合理，那么阿兹利尔就会让所有的天翼种们就此自杀，结束他们无意义的一生。只有男主他们赢了，让阿兹利尔明白了真理，大家的命才能保住。但是阿兹利尔观看男主他们游戏的全过程，始终觉得只是世界的不合理，怎么劝都不听的那种。而空白了解到这一切以后，最终选择来到了阿兹利尔的面前，大骂阿兹利尔愚蠢，并用最后的言灵的力量让阿兹利尔带着束缚活在这世上。这一刻，阿兹利尔成了普通人，没了飞行能力，没了魔法能力，阿兹利尔就直接坠落到了地面。直到这一刻，阿兹利尔才终于理解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想要的又是什么。这6000年以来，是他多余的担心让天翼种们被束缚在自己无聊的谎言之中。他阿兹利尔既没有决定别的天翼种的死亡的权利，也没有决定别的天翼种如何生存和活着的权利。活着的本身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寻，去体验每时每刻的不同的感受，就是活着的真谛。阿兹利尔终于幡然醒悟了。随着游戏时间的结束，阿兹利尔终于输得心服口服。随后阿兹利尔在姐妹的搀扶之下重新回到了天空之城，帮助男主他们寻找到了攻略海七种的关键历史记录。而这个线索以及史蒂夫他们找到的线索一对照，男主他们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很快，男主带着吉普利尔等人重新回到了海七种的城市，并要求再次进入女王的梦中，彻底去攻略这一场游戏。等男主他们再次进入女王的梦中之后，海七种的女王还以为男主跟别的进入自己梦中的男人一样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所以女王就像以往一样跑到男主的身边，欲擒故纵，打算俘获男主的心。不过男主表示，你先别急嘛，来，吉普利尔，请发挥你100%的力量，把这里都毁了吧。这回吉普利尔可得以了，上千年以来第一次可以彻底使用出自己的破坏力，那真是不遗余力，铺天盖地，翻江倒海，一顿激光带闪电，连着女王和她的梦境呲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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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给破坏成了分子状态。不过因为是梦里，破坏了也会因为女王的想法再次复原。虽然女王在梦中不会有疼痛感，也不会丧命，可女王只要复原世界，吉普利尔就给她破坏的干干净净，来来回回破坏了好几次，整的女王都害怕了，问男主你到底想干什么？于是男主当时就甩开了腮帮子，对女王一顿臭骂。哇，这话骂的那可脏啦，一屏幕的那种。骂完以后，女王面红耳赤，噗呲一声就趴在了男主的脚面上，大喊：我一直在等你啊，我的王子。是的，这个女王是个抖 M。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女王读了一本童话书，书中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人类的公主，因为啥都有了，所以脾气暴躁，骄奢淫逸。直到某一天，这个公主被一个剑士一剑砍死了以后，公主却因为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死亡而感动到了。所以打读完这本书以后，海七种的女王就觉醒了，一直期待着从未体验过的被人羞辱的感觉。就是这么愚蠢的理由，吸血种差点就被这个女王给搞灭绝了。就这样，男主发现了关键线索，将海七种的女王从梦中唤醒，攻略海七种的事儿算是告一段落。后来男主他们就回到了人类的国度，打算先休息一下，再去做攻略别的种族的准备。不过第二天的夜晚，布拉姆就不请自来，钻到了男主的房间。男主就像早就料到了一般，说出了真相。原来布拉姆一直是在误导大家去攻略海七种，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吸血种，让他们能吸人类的血。而布拉姆就是吸血种中最后的男丁啊，对，没错，他是男的。布拉姆见真相大白了也就不装了，二话不说就冲到了男主面前，张开大口就要吸男主的血，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法下得去口。这时候男主才不再假装惊慌，告诉布拉姆，其实他跟女王达成了游戏平局的约定，除了让海七种协助自己以外，其他的所有权利全部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吸血种仍然是海七种的奴隶。这把布拉姆气了呀，说下次一定会找到办法逼迫男主他们解放吸血种的。故事到这里也差不多迎来了这一卷的尾声。而故事的开头不是说了男主有了女儿的事情吗？其实就是海七种女王生的。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海七种的女王是那种得到了别的种族的头发之类的东西，就能够对自己进行复制，从而生育子嗣。所以女王只是拿了男主的头发之类的东西，弄出了一个
个带男主基因的海七种复制体。可就算如此，男主还是父爱爆发了，一听到自己的女儿从海里要来看自己，马上命令史蒂夫他们准备鱼缸。基普利尔则是看到这一幕，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某年某月某日，主人畜怀孕。在其乐融融的时候，兽人种的巫女正和被救回来的伊野下着棋。虽然伊野嘴上说着各种感激的话，但似乎巫女和伊野他们却在盘算着什么。那么盘算的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